包括我这次在 TME 的活动上面，我也看了 Boyhood 的表演，我也看了 JB1 的表演。但我想告诉你们 ，JB1 确实比你们好，舞台感染力比你们强。所以就是说，除了你们本身以外，我觉得你们自己不爱营业，就你必须得去自己的话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领域，需要不断的去学习。技多不压身，你学的东西越多的话，你拿出来的亮出来的本事就越多了。我最近就是说，我也在复盘嘛，name 的话，在做 name 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是有摇摆的。为什么7个人会变成4个人？首先的话，我觉得是本身7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面。第二部分的话，让你们去女团养猪这个事情的话，确实我也是有做错的地方。让你们去吃苦，对你们的人生的话是否有积极的作用？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。对于女团的定位的话，我觉得是不相匹配的。然后第二部分扩大群众的影响力的话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帮助。但好处来讲的话，我是在你们架农场养猪的那个过程中，我看到你们身上的每个人的优点。你们一直坚持下来了，让我还蛮感动的。难熬的时候证明要进步了，希望我们能早日独立行走，证明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。觉得你们很棒。所以我还是这一次的话，花了大量的金钱、时间成本的话，让你们去海外做专辑，是因为你们给了我信心，爆款永远在下一个。而且就是说，我觉得不进则退，你就是得拼命的去跑。发展方向是确定了的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好的艺人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杜妈给我们分享的所有的东西，都还其实蛮宝贵的，就更加的觉得自己有被感染到，然后你会觉得要去拼搏。那刚刚宣传部门说完了，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部门吧，就财务部门，好吧？好，现在财务部以数据角度分析一下上半年艺人的业绩完成情况，然后我们是按照艺人的贡献金额做了一个排序。第一档就是王一博，他的那个完成率就是比较稳定，去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都超过了70%。黄明昊就是虽然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里面，但是今年的业绩完成率也是提升了很多。朱正廷的话就是完成率也是超过了50%。第二档就是西哥，完成率有所上升，但是还是没有超过50%。杜总的完成率算是艺人中的第2名。你看我完成率多高，76%。我是公司最勤奋的人。然后黄欣纯就是完成率有所上升。黄欣纯今年的话进步好大的，就确实是也是很努力的。美琪就是今年的完成率有所下降。奥利是因为今年3月新出道的艺人，然后完成到现在也是因为参加了很多的综艺。这些就是往后面就倒数第几名的艺人了啊。然后张浩脸就是今年参加了2档 TVB 的活动。张浩脸，知道你的这个收入是多少钱吗？哪些 ？total 加起来不知道，几万块钱吧，而且整个的妆发的话是亏损的。然后江西西就是今年有几个个人的活动，就是说，那还有一些没有个人数字的收入几乎是为零的。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很残忍的，就是说你头部通吃的一个原则，可能10%、20%，可能占80%的市场。
我说实话，刚到公司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没什么感觉，我就想好，就是我把我们团的这些东西做好就好，因为他们也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淀，我们只是可能才刚起步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能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就好，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时间。Boyhood 是完成的稍微高了一点点，然后但是完成率也是不是很高。不是 Boyhood 我得表扬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数字的话，是因为我去年给你们设置的 KPI 是比较低的一个，今年的话就是说设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啊。哦。然后内幕的话是对比去年的话完成率有所上升，就是以商演和演出为主。那是因为我把你们今年的 KPI 调低了，所以数字上升了。我就说没事。你不要乱。什么意思？我说出了那么多场巡演，为什么还一点钱没赚？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杜总经常上通告，然后通告比你们旗下艺人还多。其实说实话，客观一点讲，我也不太想上通告。你比如说像 Name， 之前的话像王牌对王牌，他们之前邀请过我很多次，我都没有去嘛。然后后来的话是经纪人苏苏又跟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发了特别长的，中间一句话就是说杜总，我请求你帮 Name。说完那句话以后，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啊！我就觉得，对我来讲，我是不情愿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又想帮你们，就其实有点小失落，感觉自己没有那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吧。然后也蛮感谢他的吧，因为杜妈自己也说，其实他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希望去露面，其实他说就为了帮我们，他是觉得也是 OK 的，也蛮感谢他。做艺人经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艺人在小的时候就是需要宣传、经纪或者我一个一个去求，给你们机会，但求过来机会以后，我发现你们不去珍惜的时候，或者说确实就做得不到位的时候，我是很难过的。所以比如就像你们龙奶本来是9个人，现在变成8个人，为什么变成8个人呢？那不就是对吧？奥利为什么被暂停工作？那我觉得他最大问题就是说，因为录某档综艺节目嘛，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心态是垮的。但后来的话，他也过来就是跟我聊过嘛，而且我会去引导他，我还怕他抑郁或者 emo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在综艺节目里面被骂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，我也被骂的要死要活呀。就艺人的，我觉得心理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面对公众的，就你的心理问题怎么去解决，你能不能自洽很重要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说在座各位还有没有被骂的？有被骂过吗？被骂挺多的。现在还没机会是吧？不是，就也被骂，但我一直都不太往心里去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法控制别人说什么。但梁世玉，我是有时候我也想骂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想骂你吗？为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被我骂过？就机场那个。机场怎么了？就有点小邋遢。小邋遢是吧？您点播2句之后，不稍微的，对吧？那个，哎，王母亲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你吗？为什么？机场啊，机场那次吗？有一次机场我背了一个双肩包，穿搭太像小学生了，然后第2天我就马上买了一个包，买了个什么单肩包？对，买了个单肩包。其实我是想让你不要背包。啊，不要背包，不要背包。他现在是不背了，他把信都放在我包里了。对，就直接避免到这个问题。
对，就是有时候的话，我可能会看你们的细节啊，因为你们本身的话曝光的机会没那么多啊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每次出来的话，至少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吧。我确实是不能忍受特别邋里邋遢的人，所以骂的还是在理啊。虚心接受，虚心接受。也一直在研究，稍微超过了一点店家。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把我说出来。店家，你至少被我 Q 过几次啊？我不知道了，数不清了，怎么？被扣了多少钱呢？扣了500。被扣了多少钱？500 块钱是吧？王梦清被扣了吗？我还没有，我还有拯救的机会，我现在。啊，那梁世玉呢？我再一次就该差不多了。目前场内唯一一个就是我。好呀，那今天的话，反正大家也聊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就到此结束吧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辛苦，大家越努力越幸运啊！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加入月华已经13年了，9年啊，有11年了。我把我整个青春都献给月华了。大家都叫我叫杜妈，不知道我怎么一下就那么老了，就变成杜妈。是谁领头让我们叫来着？然后就大家都叫了。哇，好多人呢！哇，杜妈好，杜妈好，杜妈好。今天是半年的汇报工作。用一些简单的数据来看一下大家上半年的一些工作概况。在一博的部分有包括文案的部分有影视剧，然后成交的部分瞬移上半年。黄明昊比较重要的是多维护的，在北京、武汉、扬州、杭州等地都已经。等是哪几个等？因为北京做了好几场，我们也参与了居庸关、夜长城、嘉年华等多场。等是什么？多场是多少？然后汇报千万不要用这个数字啊。好的。然后我们作为新人这一块的话，也是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去营业吧。加斯林物料少吗？只是你的组做的不好。我的组做的挺好的，我觉得做的不好。看到公司的师兄们、师姐们的工作和看到自己的工作，觉得有差距吗？天差地别。有看片子吗？有拉片单吗？有看别人表演吗？有自己有去学习吗？这次专辑也挺努力的在准备。圈谁不努力？谁？罗南是没工作吗？还是9个人？为什么变成8个人呢？你为什么？节目里面的话，骂你背刺呀什么东西，自己录完节目以后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？我就已经好好琢磨一下吧。乐华娱乐的已经15周年了，到了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走唱跳这条赛道，当时就还是蛮想干成一个事儿吧，希望能把 C-pop 带出国门，走向亚洲，冲向全世界。应该有11年了。第一次来乐华应该是我大2的时候。我把我整个青春都献给月华了。就搜了一下，发现有哥在，然后就觉得还是蛮靠谱的。我觉得选拔人的话，第一要素应该是我们会看一个人。我们第一个签的艺人是一博，他喜欢，所以他就会一直做，然后把它做出成绩。只有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行业才会有高质量的人进来，才会让这个行业的话更繁华。就是 NAME 和 Boyhood 的，我觉得他需要让他们了解到公司和外部真实的声音，让 Boyhood 和 NAME 进行一个 PK， 争取加演的名额。为什么？这不公平。就不太懂为什么15年要搞内部竞争。我说实话，没有很想赢，就是不解，蛮无语的。我1个月没睡觉了。能够给他们的舞台其实已经不多了，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 PK， 我不太懂。弄呗，背水一战。通过这个节目的话，有更多的人认识他们，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吧。NAME，加油！加油！你们慌吗？
乐华娱乐的已经15周年了。到了2010年的时候，就开始走唱跳这条赛道。当时就还是蛮想干成一个事儿吧，希望能把 C-pop 带出国门，走向亚洲，冲向全世界。只有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行业才会有高质量的人进来。一直找新的魅力、新的艺人，就是 NAME 和 Boyhood， 各位还是蛮幸运的。用一些简单的数据来看一下大家上半年的一些工作概况。在一博的部分有包括等在内的，文案的部分有，成交的部分是上半年比较重要的是沙和沙漏的上映。看到公司的师兄们、师姐们的工作和看到自己的工作，觉得有差距吗？挺慌的，这次专辑也挺努力的在准备。你是练多长时间？3年半4年。我就想知道业务能力的话，是不是1万小时理论？我觉得需要让他们了解到公司和外部真实的声音。我不希望他们永远活在鲜花和掌声当中，让Boyhood和 NAME 进行一个 PK， 争取加演的名额。机会是靠自己争取来的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就需要一个隐藏摄像头，我在这里监控啊，随时给你指示。为什么？这不公平。我们现在4个人在龙南，2个人在Boyhood。就不太懂为什么15年要搞内部竞争，就是为了困难而制造困难，不公平，对吧？这本来就不公平。哎，你在职场里边哪里有那么多公平可言？我们真的是竞品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共存？我觉得我们就不去了得了。那你这样算不算是摆烂呀？不想了，随便吧。就是为什么要搞这种？不行，我得先去放个风，我现在脑壳有点疼，我现在头好晕啊。真的是想上台吗？一直觉得自己很失败吧，出道快2年了吧，然后也不敢怎么跟家里人说。第一次邀请妈妈来吧，然后就是因为你已经说出去了，就是会有点担心吧。如果真的难熬的时候，证明要进步了。希望我们能早日独立行走，证明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。那么大的场子，肯定是希望能在上面给大家表演。相信自己，相信的力量，相信的力量。努力去练吧，弄呗，加油呗！当然想上台。背水一战，24小时极限任务挑战。你们不仅要展示你们的舞蹈动作，还需要在队形上面有变换。你们不是包赢的吗？我将决定你们能不能。体能训练也非常的重要。好，西西，可以打倒了对方，就可以获得对方的加油。个人魅力有，整体张力也有。还得练一下这个地方，看他们待会下一次会不会好一点。这是我们最后一遍彩排表演的效果，决定是否拥有登上家族演唱会的资格。内，加油！加油！你们慌吗？刚刚说我们Boyhood出道2年了，有没有火？那想问你们觉得哪一首个人行为请勿上。你不火还怪我，又是我不火，我挺火的。代表来到乐华娱乐，这里是由乐华娱乐出品年轻的战场媒体看见会的现场。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。不去珍惜的时候，或者说确实就做的不到位的时候，我是很难过的。各位媒体老师，好看吗？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我有收到梧桐的一条短信，梧桐这么跟我说，他好真实啊，姐，很好看又窒息。大家都知道嘛，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小的综艺《养猪》嘛，那个环境的话，我觉得是特别难的。我也换位思考嘛，如果老板把我放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，我可能当时就跑了。但是他们的话坚持了1个月，还是蛮感动的。包括他们整个团队的话，一直为了他们做了很多，而且包括这张片子的话，整个音乐质量和舞蹈质量都很高。这次宣发整个抖音的数据的话也特别好，是破1了的。
他们那首歌的话，在海外，在澳洲、在美国、在英国，都很多人都在翻唱他们的舞蹈。我是有看到他们自己为了自己背水一战的那种信念感。一起看杜总开会的时候，问话都非常犀利嘛。感染现场再10点问一下杜总。哇，刚刚说黄渤又说到2年了，演的火，您觉得您有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个人行为请勿上。你不火还怪我，又不是我不火，我挺火的。关注的人您不喜欢？哇，都不喜欢。你平时满意你自己的机场穿搭吗？我是一个企业家，我是用脑子来赚钱的。你们有什么？你们是靠脑子吗？可能预告片播了之后，就很多网友也已经开始说，看他要怎么洗白，怎么狡辩。肯定会有新的评价，都是我需要去面对的。我也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然后我也会好好的反省自己，会更加努力的，然后多多期待奥运吧。谢谢老师。来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部综艺，好不好？你想成为下一个杜航吗？年轻的战场。哇，还可以学到一些商业的这个运营的，全是干货。说呢，看年轻的战场学杜航。这部综艺可以入选电子这样子的内容吗？我觉得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特别的甜，真的是一个发疯型综艺，就是想看啥有啥。没错，想看什么有什么，惊喜连连。来，我们一起面对镜头喊一个口号吧，好不好？颠3、2、1，颠！年轻的战场颠不颠？